Hello，大家好，我回来了。现在呢，就跟大家反馈一下我第一轮前20天的一些个主要的感受和变化。我呢是从2024年的7月16号那天开始锻炼眼睛的，那一直到2024年的12月2号，那中间这样经历了100天，我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写这个锻炼的这个反馈。现在呢，就先把第1到20天的这个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畏光症。我开始的那天是7月16号，那天还刚好阴天，云层很厚。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摘掉眼镜望向远处的天空的时候，眼睛还是会觉得刺痛，想流眼泪，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睁开。那我就是基本上努力，就是刻意的保持着这个睁开的这个状态，差不多最多也就能坚持5秒钟，然后就开始觉得流眼泪了。所以因为现代人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非常不足，所以眼睛呢接受光照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那这样长期在室内久待的话，眼睛慢慢对光就变得敏感了，所以就会出现畏光症。那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不用担心。那我现在的畏光症呢，已经完全康复了。当然，我现在已经在户外锻炼了200多天了。第二点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会打嗝。这个呢，我有刻意的去观察就比如说某一天我没有去户外锻炼眼睛的情况下呢，是不会打嗝的。那只有在锻炼的过程中，在眼睛就是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的过程中，就会不停的打嗝，就是少则10几个，多则20几个。当哪一天我没有去户外锻炼的时候，是不会打嗝的。所以这个我只是猜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度近视的话，它眼压都比较高嘛，因为整个人的身体器官它毕竟都是相关联的嘛。像我们头疼的时候，你打嗝，然后那个头疼那个压迫感也会减轻很多。所以我个人推断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觉得这个打嗝的过程中，可能本身也是在释放这个眼睛和整个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所以它肯定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即便我锻炼到现在200多天了，每次在锻炼的过程中还是会打嗝，但是比开始的时候少多了。我现在就像今天吧，我今天早上还去锻炼眼睛了，那今天差不多打嗝就是8个左右。第3个呢，就是飞蚊症更加明显。我为什么说它是明显而没有用严重这个词因为首先呢，我已经有飞蚊症有10多年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时候我还有点惊奇，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像一条长长的那个小虫子这样飞来飞去的随着你的视线就这样移动。后边去看了医生才知道是飞蚊症。那在转动眼睛的过程中呢，我一度能感觉到这个飞蚊能多达4到5条吧。那我为什么说它不是严重呢？是因为在锻炼完之后，就是正常生活的这个状态我这样向四处看的时候，其实眼前也就是1到2条。那这个是从锻炼之初到今天都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锻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变多了，但在你日常生活、正常生活的这个状态下呢，它又恢复到最开始的那1到2条。所以说这个转动眼睛呢，至少对我来说它并没有让飞蚊症严重。眼睛它就是个圆形的球体嘛，对吧？球体它其实更像我们的那个水晶球，大家应该都玩过吧，就是你晃动它的时候，沉在底下的那个五彩的那个碎屑都会漂浮上来，但是沉静一段时间呢，这个东西杂质就会降到底下，但是自始至终呢，这个所有的杂质它都是一直在眼睛里边的，并不是说因为你晃动而增加，只是通过你转动它，你能感受到它更多的存在而已。
至少我锻炼的这200多天啊，就是这样，在锻炼的过程中更明显，条数更多。但是在锻炼完之后，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时候，基本上每天现在就能看到1到2条这个样子。第4点呢，就是在第7天的时候，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啊。第7天的时候呢，就是在凝视太阳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类似于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那样的粗的黑的这种边框，加粗的边框，然后眼前呢还会出现一块淡淡的柠檬黄，小的呢像柠檬那么大，但有的时候大的呢就会像西瓜那么大，就是在我望向远处的天空或绿树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凝视完朝阳之后，会有一个闭目1到3分钟去感受这个阳光。那这个过程中呢也很有趣，就是我之前想象的啊，就是说我们闭上眼睛之后呢，眼前就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事实呢不是这样的。我在闭上眼睛之后呢，眼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形状，有的呢像是那种苹果的形状啦，有的呢是会出现像眼睛的形状，但呢这个眼睛呢是外围它是蓝色的，而像中间的那个圈圈它是个绿色的。然后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个就像美国地图的那个形状的一片，应该算是黑色或者是暗色。还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看那个舞台剧之后谢幕，不是有大的幕布这样垂下来吗？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形状，就像黑色的幕布，它就这样一点点这么垂着流动下来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有趣吧，几秒钟之后这些东西就都会消失。第5个呢，当然就是说锻炼完眼睛之后，这些眼周围攒竹呀、鱼腰啊这些穴位就开始有点酸痛，尤其是后脑勺的那2条大筋，我在锻炼的那个过程中也给大家讲到过，后脑勺的这2条大筋呢是跟眼睛直接相连的。那所以锻炼完差不多3、4天之后吧，就是尤其后脑勺这2条大筋是特别的酸胀，我基本就是这样，每次练完眼睛之后都会给它这样放松揉开，包括我刚刚提到的眼周围的这些穴位全部都给它按揉开。但是那个酸胀感当时还是很明显的。其实这个就很像我们做体育锻炼的时候，比如说你长期没有跑步，突然之间开始运动之后，接下来的1到2天内，这个肌肉会有很强烈的这个酸痛感，其实这个都还是一些个正常的现象。还有一个是在第19天的时候，我记得，对，在第19天的时候呢，就是我眼睛左眼从上到左，这个左上的这个区间，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在转动的这1/4个区间啊，它出现了轻微的那种拉扯感，有点疼，但是并不影响视力。而且只要你不是在转动眼睛的过程中，这样平日生活这样向四处看的时候，它那个痛感不明显。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症状，然后我也就在观察了一段时间，还好后面它就自行康复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的左眼其实度数是比右眼度数要好一些的，也就是说右眼的近视更严重。我之前想象的就是说在锻炼的过程中，会不会是眼睛比较弱的那一只会更倾向于出现一些个排病反应啊，或者一些做的一些个反馈会更激烈。但是它出现在视力更好的左眼，而且只出现在左上这个区间，到底是什么原理啊？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不过还好，在等我去看医生之前，它就已经自行康复了。然后这种拉扯感就是在后边到现在啊，已经200多天了，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再出现过。以上呢，就是我锻炼眼睛前20天的主要的感受和变化。那大家有什么变化和感受，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下次见，拜拜。